阁下到底是怎么知道宫一城之事？还有你的身份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为救宫一城入大牢，如今又将你们从信吾卫手中救出，我是什么人，何须赘述？你什么意思？阁下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，难道就不曾听说过杜君山人？杜君山人，你是杜君先生？黄大哥，那咱们有救了。杜君先生在此，一定有办法把咱们带出去的。杜君山人，杜君先生奉王爷之命潜伏在朝不假，但其面容我们可是从未见过。阁下空口白牙说是便是，总该有些凭证吧？今夜之事还不算凭证吗？日前宫一城被捕，我千方百计费尽心思引人耳目进入大牢寻他，却一无所获。思来想去，惊觉中了朝廷的算计。好在我早有筹谋，却遇上你们这帮蠢物。阁下刚才话里的意思是，朝廷一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劫狱，但我等奉命是暗中盗金，怎会泄露？我若猜得不错，宫一城早已叛变，朝廷已将你们之事摸查得一清二楚，眼下东门外定有重兵把守，插翅难逃。我的身份是与不是，你们派人去东门一看便知。你去，小心点。是。黑衣和囚衣太过明显，去找些普通衣物来。是。京中共有4道城门，当晚圣上会下旨，令禁军分批驻扎东南北3门，佯装埋伏，唯留西门空悬。届时张大人只需带着从大牢逃出的逆党前往西门，说出暗语，对方就会放你们离去。此一举足够张大人取信于逆党。听闻杜君山人有神出鬼没之能，此举的确可行。若谢某所料不错，逆党中人离开京城之后，会在城外不远寻一落脚处，先集结人马，再前往通州。从京城去往通州共有3条路，谢某也无法预判他们的选择，所以这一路上只能靠张大人自己了。这一路上，我会想法子摸清所有逆党的据点。待张大人进入通州城之后，再依次暗号寻永定药铺，届时朝中之人会接应张大人。好。不过，谢大人似乎对逆党的形势很熟悉，当真只是从逆党的案卷供述中得知吗？张大人身在刑部，日日处理平冤断案之事，谨慎是好，但若过甚，那就是多疑。多疑于自身无益，不是吗？黄大哥，东门那有好多士兵，咱们出不去了。宫一城，这兔崽子真的把我们卖了！现在知道还不晚。如今内有新武卫全城搜捕，城门处也有重兵把守，你还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？说的好像你能把我们带出去。我在朝中经营数年，人手还是有的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随我来。黄大哥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走。兄弟们都检查仔细点，那边看看还有没有能喘气儿的呀。来这个。
事到如今，你还不信我？若城门无异常，我便把你的人还你。什么人？西城黄老板，我有货，急着出城去接。手续已备，文书俱在，还请开门放心。原来是黄老板要出城，开门。是。早听闻杜君先生乃是王爷埋在朝廷高位的暗桩，想不到竟有如此之能。伙计们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死在白果寺后山？尸身看起来像是死了好几日了。寺中僧人清理杂草时发现的，立马就报了官，但是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。身份可都核对过了，确定是逆党吗？之前我们抓的逆党招出了不少东西，包括他们同党的长相。哎，方才那些尸体，我们都跟画像上对过了，确实是逆党。而且身上带着平南王徽记玉佩的那个，就是龚一成。我们刑部立了大功。尸身周围散落大量银票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分赃不均互殴而死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有蹊跷。哎，对，你来看看这个，这就是在那个龚一成身上藏着的，上面记录的都是逆党在京城附近的据点。这几书的确与我们查到的相同，但刑部正在追查逆党，马上就有尸身送上门来，倒像是有人故意让我们发现一样。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只要按图去查，有什么蹊跷不就都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原不是京城人士，或许不知道，此地就是20年前葬身平南王刀下的300忠魂的碑林。早些年还有人来祭拜，现在你看都已经荒芜了，只有寺中的僧人偶尔过来除除草。我们还是速速回去吧，这里邪门，大白天的都瘆得慌。哈哈哈！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乱臣贼子，竟如此落网，真是天佑我大钱！好，若是能将这地图上的据点尽数拔除，则平南王再无可乘之计。圣上，此次张大人办案时间不长，却取得如此成果，可见其能力。况且，逆党之案，还需张大人继续效力，不如以此次之功加以表彰。说得对，朕现在就下旨，升任张青为五品清吏司主事。多谢圣上。可惜啊，此番得到的只是京城附近据点的消息。若能活捉这龚一成，必能拷问出更多的逆党下落。倘若可活捉此人，自然是好。可如今此人死了，也未必派不上用场。谢大人有何高见？方才顾大人不说，谢某还没深想。但顾大人一说，谢某突然有个主意。只不过有些刑险。什么主意？龚一成已死的消息，只有朝廷和官府知道。如果我们假称龚一成，他并没有死，只是被朝廷抓住，正在严刑审问。他们怕机密泄露，定会派人来营救。届时，我们只需派人埋伏，便可一网打尽。或者，我们可以更行险一些。更行险一些又如何？不知顾大人可听闻过杜君山人的名号？谢少师说的可是平南王身边那位头号谋士？不错，之前朝廷抓获过一些逆党，
几番审问之下，提到过那杜君山人，都说此人神秘莫测，极少现身，除却平南王和他身边几个心腹，其余逆党皆未见过此人一面。所以臣想，若我们派一个人在监狱之中假扮杜君山人，等逆党前来营救公义城之际，随他们一同离京，那岂不是可以找到更多据点？谢卿此计甚妙啊！奇诡刁钻，令逆党无处遁形。可这假扮之人深入敌营，极为危险，又要洞察人心，能够掌握局面，绝非易事。若论智计，唯谢少师堪当此任，理当首推。然谢少师声名显赫，朝野内外皆知其名，若要假称，恐多费周折，引人怀疑。老臣心中倒有个人选，此人精研过逆党的卷宗，了解颇多，也许堪用。老尚书指的是何人啊？便是张遮。臣愿领此任。今日忽然提出让你借计假扮那杜君山人，事先也没有跟你商量，你心里可介意？谢少师今日会说什么，谁都无法预料，自然也无法事先商量，一切只能随机应变罢了。若能趁此机会查清一切，也是好事。学生万没有什么介意的，学生只是在想，他为何会提出此计。本来按照你的计划，借刑部之手揽下公义城之死，然后再顺势跟着王爷那边派来营救的人一路跟到通州的据点，这样我们既可以除掉王爷的人，又可以顺势在朝廷那边领受一份功绩，哎，再拿着燕后爷这边的书信去收服通州军营的人手。现如今可好，这张遮在中间横插这么一杠子，怕是要坏事儿啊。这位谢少师啊，看着与世无争，心思却重得很，城府委实有些深。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只是这一回要偏劳你了。学生分内之事，何来偏劳一说？老师言重了。得你张遮，乃刑部和朝廷之幸。谢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朕瞧瞧，给朕的皇子备哪一双好？圣上真是难煞臣了，此事臣实在不知。谢卿，你与朕的年纪相仿，可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可得抓点紧了。臣年少时得过一卦，说臣乃是孤寡之命，自幼克父克母，久而久之，臣也不贪念婚缘了。不比圣上，全福全寿，天生龙象。你呀，今日前来可是为了通州一事？不错，臣已按圣上旨意布局好了一切，只是这逆党狡诈多疑，为求稳妥，还请圣上用玉印下达几封旨意。下旨？做戏要做全套，方能让狡诈的逆党深信不疑，进入构中。来了来了，几位官人，请问你们找谁呀？奉圣上之命，缉拿勾结逆党的罪臣张遮归案。逆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儿他就在刑部当差，他怎么可能跟逆党牵扯在一起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娘，遮儿，遮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同他们解释清楚，你怎么可能跟逆党有关系呢？快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去。娘亲放心，他们只是奉旨办事，待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您安心在家等着，儿子向您保证，年前此事一定能了。届时回来陪您过年。
哲儿，经多番追查，今有平南王逆党贼首龚一成于白果寺被捕，羁于狱中，另有其手下逆党数名已被剿灭。经审问，京中隐有逆党据点数座，凡有提供线索者，赏银100两。若有窝藏之人，罪同谋逆。喝一杯。公子真是好酒量。你也尝尝。滚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又这么大火气？你知不知道，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？这龚一成被朝廷抓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朝廷的海捕公文都贴出来了，说是查到了咱们在京据点的线索。王爷花了这么多年才在京中布置下人手，要是跟着他被揪出来了，那不完了？没有要事，铁定是完了。老黄，你想啊，自打咱们入京以来，这都多少天了？这龚一成有按照王爷的命令联系过我们吗？先是跟着我们的那些龚一成旧部下落无踪，如今朝廷又发现了线索，你还不明白？你是说龚一成叛变了？你到我之前为什么不执行任务啊？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了呀！搞不好啊，上次那通州军营哗变失败，也是他龚一成的手笔。哎呀，依我看啊，咱们必须马上启程返回金陵，将此事告知王爷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如若现在走了，那在京的实地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无论如何，都得把龚一成从大牢里带出来。要是他没叛变，那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杜鹃先生才是内鬼。如果他当真叛变，老子一刀把他宰了。但是这大牢是兴武卫把守啊，就咱们带的那些人怎么闯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前些日子我收到消息，王爷走前一暗中让冯明宇上京，带了火药，准备炸毁通州关隘。火药？所以啊，你我找准时机，把龚一成带出京，冯将军就能接应咱们回金陵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老黄，我真心拿你当兄弟，你就是这么瞒我的？这王爷的意思，我听王爷的。行吧，这冯明宇都来了，看来王爷是不想失去在北方的布局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咱们就定在燕家流放之日再行动，届时兴武卫人手定是出外押送者居多，大牢空虚，也方便我们动手。行。薛定飞传来了消息，他按照你教他的话引动黄钱，决定解狱了。只是此事出了点变故。变故？什么变故？王爷暗中派了冯明宇上京，并且携带了大批火药，想要摧毁通州关隘。这次黄钱劫狱，冯明宇也会在城外支援。先前在金陵，我跟龚一成都是平南王麾下的谋士。平南王生性多疑，常常对我二人实行相互制衡之策，这才让我寻得了空隙，暗中布局。但是冯明宇不同，他是平南王麾下唯一统领军队的人，深受其信赖。虽然没见过我，但肯定知道我很多消息。张遮想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扮演督军，可不是什么易事。先生，那怎么办？倘若那张遮露出马脚，冯明宇定能猜出这事是您的计划。可不是吗？这个薛定飞是个手术两端靠不住的，未必不会出卖于你。但现在还不到跟平南王兵戎相见的时候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冒险
告诉张哲一切杜君的消息，希望他能活到通州吧。以张哲的敏锐，你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。纵使瞒过了冯明宇，待张哲回京之后，你又要受到刑部的盘查。如果张哲一意孤行，那就只能借冯明宇之手，将所有人葬在通州。你先前向沈郎提议让薛远带人去通州接应，是为了让他与逆党互斗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今冯明宇手中有火药，一旦爆炸难以生存。你是想把薛远也一起？是，犯下累累罪行的人是该受到惩罚，但他毕竟是你。你自己再好好想想。哎呀，走，先生。姑娘，周大人传讯来说，今日朝中下了旨，燕世子今夜便要被流放。他问姑娘可要前去送送。今夜？为何如此突然？上一次分明还有一段时间啊。姑娘，去，让他尽快帮我安排。是。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突然说要流放，而且把信用卫的人手撤出去不少，所以才有了机会能让姑娘见见世子。虽是走得急了些，但幸亏你及时告警。我若是未能赶上送他一程，我心实在难安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前面就是了，门锁我已经打开了，虽然暂时不会有人来，但还是快点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嗯。别动！不是说圣上有旨，不能对你和侯爷动刑吗？他们竟然敢打你！敢来这种地方，长本事了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养好，此去黄州，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。薛烨，前些日子找我麻烦。不过动手的人都知道圣上的旨意，不敢真动私刑。这都是做样子，看着吓人，一点也不疼。我自小挨过我父亲多少打呀，别人不知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好啦，瞧你这呆呆傻傻的样子，我便是真去了黄州，只怕都放心不下。燕玲，我其实不傻的。我知道，提前发现薛家的图谋，给我们通风报信的是你；寻来周英之，买通新武卫给我行方便的也是你。想必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，都是你在帮忙吧，宁宁，谢谢你。你永远都不必谢我。这些日子在这儿，一个人把很多事情都想清楚了，可还有很多事情，怎么想也想不清楚。宁宁，你对我这样的好，我也待你那样的好，可为什么你就不喜欢我呢？跟你没关系。我说过的，我是个坏人。那又是怎样的坏？我做过一个梦，
梦里面，我傻傻的跟你说，我想当皇后。那天正好是你心情差极了的一天，所以你就很生气，同我大吵了一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真的当上皇后了，你也回来了。叶离，你疯了！就是疯了！跟别人一起把我关了起来，对我好坏好坏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梦里的你那么坏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。那怎么能叫你坏呢？分明是你梦里的我太坏太坏了，才吓得宁宁不敢喜欢我。怎么办呢？我马上就要去黄州了，来不及看你做皇后了。我都说了是梦里了，现在谁还想做皇后啊？那你想嫁给谁？可是那刑部的张遮大人。官礼上我都看到了。在下刑部张遮，敢问定国公可知我大秦律例？宁宁，你看他时的眼神，便像极了我看你时的眼神。对不起。你若真觉得对不住，那就趁我回来之前努点力，早点把自己给嫁出去，嫁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要不然等我回来，我可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会把你抢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时辰已到，押送燕幕、燕离前去流放。是。银票你贴身放好，这些碎银子是留着给路上押送的衙役差官的。此去路长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万事莫要冲动。你要记住，活着才有希望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都是拿你往日送给我的东西换的。宁宁，我既然送你了，又怎么能往回拿呢？严离，宁宁，莫要跟我耍倔。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？你不用那么担心，你也不想想，往日我们侯府在朝廷也算是根基深厚，况且你又提前提醒了我们，让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，哪那么容易真的落入完全不能翻身的窘境？我答应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国公派人来押世子了。快去吧，一会儿被人看见就麻烦了。现在外面人太多了，要不等押送的人都走了，咱俩再出去。先在这躲躲。
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我燕回会平安归来的。先生，这里空急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黄州可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。狱中的布置如何了？一切妥当。那黄乾确定动手了吗？是。回去吧。是。生变必有增援，速速找到公仪先生。是。发生何事了？这是有人要劫狱的信号。今夜牢里人手不足，人要来得多的话，恐怕要出乱子。这样，姑娘。你拿着这个，沿路往回跑，找个空牢房躲起来，不管听到什么，千万别出来啊！那你呢？我肯定得先去看一眼，等乱子平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好，你千万别出来啊！赶紧点，出去！别说。我们出去！我们出去！大人，现在外面是何情形？来劫狱的歹人四处将锁链砍断，将囚犯们放出。我们本就人手不足，现在更是腹背受敌啊！不要慌，赶紧从后面出去，请求国公派人增援。是。狗快，带我出去！我要了你们狗命！大哥，与其让这些囚犯与歹人里应外合，不如将他们全部绞杀在此。都给我动手！大人，他们并非全是死囚。时机从前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等那些歹人冲进来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杀！是。
在哪儿？兄弟们，跟这帮狗官拼了！杀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去找公益先生！失礼了，江姑娘。不过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等一下逆党就会搜来此处，还请你改改衣装，太精致容易被怀疑。逆党？来劫狱的是逆党？哦，我自己来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世界停留在梦境。我用这个帮姑娘梳发。今夜朝廷在此定下诱捕逆党之计，眼下姑娘出去，只恐会有杀身之祸。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，小心行事。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快上！国公，现在大牢里面一片混乱，该如何处置？还请您示下。小小之辈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作乱！今夜牢中作乱之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是。庞大哥，危险，公益先生，那边也没有。情报分明如此，怎会出错？再找。是。不必找了，
大牢内根本没有宫一城，你们已经中了朝廷的计。那阁下又是什么人？同你们一样，王爷的人。不要多话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速速随我出去。等等，我等并未自报家门，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身份的？若解释不清楚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杀！黄大哥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外面来了好多新武卫，咱们兄弟都死了，赶紧逃吧！什么？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朝廷故意放出宫一城在此的消息，就是为了请君入瓮。若现在再不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外面那么多人，怎么走？随我来。走。都给我住手！说，你们是受何人指使，入大牢想做什么？少废话，要杀便杀，会有人替我报仇的。叶儿，带人继续在京中搜查，我就不信区区10几个贼人就能把大牢闹成如此模样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是。国公明鉴，非是我等防守不力，而是今夜朝中调走了不少人手，本就守备空虚，是以……你这都是托词。朝廷再怎么调遣，也必会留下足够的防御人手，何至于闹成这个样子？我看你们中间有人不是擅离职守，那就是勾结贼人。国公，属下认为周银之甚为可疑，他先前1连3日在当值之时擅离职守，不知道去做什么了，而且这大牢里的犯人也是他让杀的。擅离职守，擅离职守的人应当是你吧？方才贼人作乱，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出现的？你胡说八道！国公，属下可为周百户作证。魏西，你国公，这些犯人如若不杀，他们定会跟贼人一同作乱。不单单是如此，他们还会成为执政新武卫看守不力的人证。属下相信，若是国公在场，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您若是不相信我，那周远之的命，您拿去便是。哼哼哼。谢国公，起来吧。我杀他，不是有多信任，也不是有多想保你，而是警告你。还有你们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他的下场，在本宫手下，无论是草包叛徒，还是心有所谋、阳奉阴违，统统都留不得。